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以前每到年底，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民间经济学家，都要开启算命模式，预测下一年的经济形势。但今年情况不太一样了，民间的声音突然哑火了。为啥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当局把一帮首席经济学家都整肃了。看来啊，现在连经济形势都成了不可说的话题。我寻思着呀，就算不让说，但经济的惨状也藏不住。目前中国经济就像一个病人，两个重症正在同时发作。第一个重症就是通缩。最近有国际机构给中国经济下了个诊断书，叫螺旋式通缩。这名字听着挺吓人，就像是把经济往漩涡里拽。政府也知道情况不妙，打算用大规模财政刺激来救场。不过我跟你说，这招就像给重病人打强心针，一时提神，但病根可解决不了。第二个重症更要命，就是川普要回来了。这位大佬放话要对中国加征重税，而且连墨西哥这个中国转口贸易的后花园都不放过。这下好了，不光要在家门口挨打，连走后门的路子都给堵死了。你说这两个病一起来，2025年中国经济得多惨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连官方智库都不敢给个明确预测，只能打官腔说什么必须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。这不就是承认没辙了吗？说白了就是看不清形势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不过河里的石头倒是露出来3块，我们来看看这几块石头有多滑，踩上去会不会把给摔个狗啃泥。最要命的是中美科技战，美国这边把半导体芯片都管得死死的，而中国这边连个高端光刻机都造不出来。根据日经新闻的说法，这个芯片就像是现代经济的化身，谁掌握了芯片，谁就掌握了数字时代的命脉。为了应对这种局面，中国搞了个叫东数西算的工程，说白了就是把数据中心从沿海搬到内地。理由说的冠冕堂皇，说是为了什么军事防御。但你想啊，把服务器搬到贵州、甘肃这些地方，连个像样的芯片都没有，那不就是个摆设吗？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，在最尖端的芯片领域，美国完全甩开中国好几条街。虽然在一些低端芯片上，中国倒是有点优势，但这就好比说，人家造宝马奔驰，你在那儿造电动3轮车，这能一样吗？我爆个料啊，听说川普1月20号上台后，打算把拜登那个小院高墙的政策给推翻了。拜登只限制高端芯片，人家川普可能要来个全面封锁。这一招要是真使出来，那可真是要了老命了。再说说第二个让人揪心的问题，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制造业。这几年啊，中国吹得最响的就是制造业第一大国。听着挺唬人是不是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最新报告还给中国人画了个大饼，说到2030年，中国制造业产值能占全球 45%， 比欧美日加起来都多。但我跟你说啊，这就跟一个人有一身肌肉但没有大脑一样。中国现在是制造业大国不假，可离强国差得远了。怎么个差法？我给你列几个数据，你就明白了。先说最要命的 5G 短板。啥叫 5G？ 就是基础零部件、基础材料、基础工艺、基础软件和基础检测设备。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可不是吹，他们摸底调查了26类制造业，结果发现这5样都是硬伤。简单说就是你造个高端设备，里面但凡有点技术含量的零件，十有八九都得靠进口。更糟心的是人才问题。2020年的数据显示，中国制造业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才占 3.55%。这数字看着还行是不？我给你对比一下，德国是 23.2%， 欧盟平均都有 14.2%。你说这差距得有多大？人家一个车间里可能有4至5个工程师，中国这边可能10个车间才抠搜出来一个。
人社部的数据更吓人，到2025年，光是智能制造这一块就得缺450万人才。你想啊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往新能源汽车、芯片设计这些热门行业钻，谁还愿意去传统制造业受罪？再加上这2年经济不景气，企业都开始裁员了，就更没人愿意来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这边也在搞制造业回流，从奥巴马、川普到拜登，一个个都喊着要把制造业搬回美国。但是呢，光喊口号有啥用？美国人工贵，地价贵，企业能回去才怪。你看拜登投了那么多钱搞基建，2022年3月，制造业建筑投资破了100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。按理说盖了厂房，设备投资也得跟上啊。结果呢，建筑投资涨得欢，可设备投资就跟龟爬似的，一点不着急。这说明啥？说明美国这个制造业回流计划可能就是个大忽悠。但有个报告挺有意思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给国会写了份报告，标题就叫《中国正在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军者》。报告说啥呢？说美国那帮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，大多数都是学国家安全和外交的，对技术和经济一窍不通。这帮人成天就知道喊打喊杀，结果把真正该干的事给耽误了。报告建议美国学中国的创新体系。啥意思？就是说，与其天天喊着制造业回流，不如学中国搞国家实力资本主义。比如说，建5个工业研究机构，搞个竞争力高级研究计划局，再建个工业发展银行。但是啊，这报告是9月份写的，那会儿还不知道川普要回来呢。川普回来了，估计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报告扔进碎纸机。因为啥？因为川普不玩这套，他就认准一个理，加关税。你想想看，一边是中国的制造业短板越来越明显，另一边是美国要对中国加大力度制裁，这两下碰一块，2025年的中国制造业日子能好过吗？最后我要说的这个情况更吓人，中国金融业和房地产正在大崩溃，这可不是我瞎说，数据都摆在这儿呢。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5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，这数据可是把中国经济的遮羞布给扯下来了。统计局局长康毅同志倒是挺能说，说什么经济经受住了考验，展现出强大的韧性。可是啊，你把数据仔细一翻，吓人的东西就藏不住了。我给大家数几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字。第一个数字，金融业从业人员5年内暴跌32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每100个金融从业者，现在就剩68个了。其他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企业数量也跌了21.9%，就是说每5家金融机构就倒闭了1家。这哪是什么韧性，分明就是在断裂啊！有经济学家分析说，就拿农村商业银行来说，这5、6年破产倒闭的数量简直数不过来。而且外资金融机构也在用脚投票，要么撤到香港，要么干脆跑路了。你说这些高端金融人才能不外流吗？第二个数字更吓人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从业人员比5年前下降了27%。简单算算，就是每4个房地产从业者现在就少了1个。但是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却增长了41.1%，达到了125万亿。你们想想啊，人越来越少了，债却越来越多了，这不就是明摆着要完蛋吗？而且这125万亿只是明面上的数字，暗地里的债还不知道有多少呢。第三个数字，外企就业人数从顶峰时的3000万人跌到现在不到1000万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有2000多万人失去了高薪工作。你说这些人的消费能力能不下降吗？内需能不萎缩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年轻人失业率高得吓人。虽然政府现在不公布这个数据了，但大家都知道情况有多糟。
前段时间不是还传出考公务员的人数创新高吗？你说这些年轻人要是对就业有信心，会去挤这种铁饭碗吗？有意思的是，政府现在居然还在发50年期的特别国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连政府自己都觉得短期内还不上钱了。你说这不是债务危机是什么？有位经济学者说得好，一个已经债台高筑的政府，哪来的钱救经济？更别提什么发钱给老百姓提振消费了。这不就跟一个已经借了高利贷的人，还想去银行贷款救急一样可笑吗？更搞笑的是，政府现在连这些问题都不让经济学家说了。你们发现没有？现在的经济新闻都是报喜不报忧，整天就知道吹高质量发展。可实际情况呢？金融崩溃，房地产崩溃，就业崩溃，三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讲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一个段子，说是有个人掉进了粪坑，但他还在大喊我这是在潜水。你说这不就是现在的情况吗？明明经济都快崩溃了，却还在那儿喊韧性，喊活力。总结一下吧，2025年的中国经济，一边是中美科技战要升级，一边是制造业遭遇瓶颈，再加上金融和房地产双崩溃，这三座大山压上来，不是我悲观，实在是看不到什么希望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咱们下期再见。